松肩膀，脚下沉，头往上顶。好，接下来抬起我们的左脚靠近大腿。接着我们双手合并，放松肩膀，放松。放松，回正。右脚向后撤，双手打开，肩膀下沉，双手持紧，注意呼吸。您好，您好，您是第一次来吧？啊，要不我带你到处逛逛，给您介绍一下。这边请。大家放松一下，今天感觉怎么样？肩膀有没有舒服很多？您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然后这里呢是我们的休息区，会员锻炼完了之后都会在这儿休息。我们还会提供一些饮品，比如说咖啡，还有冰淇淋。您看您需要点什么？哦，给我来杯美式。好嘞，稍等。手链很漂亮，谢谢啊，我男朋友送的。男朋友眼光不错。你们咖啡。好，那我再带您参观一下。您这边请。您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健身区域，这边就是器械区，您可以看一下。然后我们健身工作室呢是属于一种新型的社交型健身房，主打的是智能化小团课，一节课呢只有6个人。然后我们的课程内容呢也有很多，比如说一些强度训练，试衣间环境也是不错的，我可以带您去参观一下。这边请。看好你老公，那年轻有为、帅气多金。我跟你说，这样的男的，你知道外边现在多少小姑娘盯你呢？你的意思是说，你表妹老公出轨了？这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就不是错不错的事儿。前2天看一公众号，写的特别有道理，说这男人一半是孩子，一半是野兽，动物性就基因里带的。人类都进化几万年了，还拿动物性说事儿呢？就想跟你想开点儿，让表妹想开点儿。哎，男人嘛，那可能他就是出去一冲动，图个新鲜，那没准过几天你让狗啃那良心发现了呢。这么多年的夫妻了，我还得指望他良心发现才能继续过下去。你想干嘛呀？你想离婚呐？不行啊，绝对不行！
你这时候必须要沉住气。你小三儿嘛，那想办法私底下把它解决了，不要意气用事，日子还得过呢。犯错的是男人，为什么让女人隐忍呢？是，我知道，这确实是不公平。男人出轨，这就跟吃一苍蝇一样。你说你把它吞了恶心，你把它吐了，这不也恶心吗？我说的再实际一点，一个是成功精英，一个是家庭妇女，一个刚离了婚，谁优谁劣，这不一目了然啊！老板把咱炒了，转头咱可以再找一工作。那老公炒你，那岁数在这儿摆着呢，你怎么再就业呀？跟老公离了心，人是输了，但咱不能满盘皆输，也输不起。小苹果要放学了，我先走了。我最后再说一句，你跟表妹说，哪条路都不好走，这条路也是自己选的。你让她想好。看见大春家的屋顶啦，那是什么声音啊？哦，原来是大街上在舞龙灯。在哪儿呢？在哪儿呢？然后我使劲的踮起脚尖。果果，回来了。果果。怎么还没睡啊？啊？他一直在等你啊。等我？怎么了？爸爸，周六是幼儿园的父子运动会，你能来参加吗？周末爸爸要加班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会议。但是，爸爸会想办法，为了果果，他们通通都给让道。谁让果果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人呢？那我们的组合是不是得有一个超级厉害的名字呢？那就叫颤抖吧对手组合。颤抖吧对手，这个名字啊不够让对手害怕。那叫三大白骨精怎么样？耶！哦耶！我的头！哇！齐天大圣，回头见。婚姻不是谈恋爱，这就不是单向的情感关系，这是社会关系。那你除了你自己，不得想想你父母啊？你不得想想孩子呀？老婆，刮胡刀垫子没抽啊？老婆，看什么呢？没什么，我就是有点不舒服。哪儿不舒服了？没事。最近太累了吧？我给你倒杯水。老婆，咱家这个净水机开关在哪儿啊？啊，找到了，找到了。这温度设定是不是在这个圆的上面？这个，这净水器你什么时候买的呀？还不是触屏的。你杯子呢？是在上面那柜子上吗？白的是你的还是透明的是你的？
老婆，老婆。林双，你也太拼了，预产期都过了，你还不休息？这不还没动静吗？外派升职的档口，哪敢松懈呀？小南，你有没有发现，你做测试的时候，只要是使用空指针进行初始化，那核函数代码的执行就会报错，对吧？哦，是。你这样，你把类型改成 CST。好，我试一下。怎么了？我羊水好像破了。啊，羊水？那我去叫魏明。走。没事吧？要不要喝点水？不用。哎，你们把印特类型改一下试试啊！什么时候能改类型？啊，老公没事吧？没事，有我在啊。这里的特征表征车辆从128位优化到16位，16位太少了，精度不能保证。那你跟他沟通了没？那我好，我跟他沟通。哎，好了吗？哦，喝奶了，果果。老公，我好像第一次觉得自己什么都做不好。果果现在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你这边正好要赶上外派升职的节骨眼儿。有的时候，工作和家庭能照顾好一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该认真的想一想，替自己做一个选择，到底是进还是守？哎呀，这个掉了，来，爸爸给你穿上。果果往这儿贴，果果。哦，这来了。你，看给你，来，这是您办的尊享贵宾卡，您收好了。谢谢。哦，对了，还有本周的课，您现在就可以在公众号上自己先约一下了。您看一下，我们的课还是非常丰富的。上次那个会员他选的是什么课啊？哦，您说的是江喜是吧？您可以看一下那个塔巴塔的核心训练。这个手链很贵吧？我看中了很久都没舍得买。基础款不算贵，奢侈品牌还不贵啊？你男朋友很有实力吗？我男朋友说，女人就是要戴这些东西，才能衬托自己。戴在我手上不是多少钱，而是他对我的爱。真要爱你，倒不至于买一个基础款，来让人明码标价。你男朋友多大？跟你差不多。是吗？这个年纪的男人
还这么有实力，算是王老五啊。有结婚的打算吗？我男朋友已婚。好的，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来，大家站在垫子的中间。我们现在进行双人瑜伽。那有请我们黑色衣服的同学一起上来双人瑜伽，然后其他同学也可以自由组队啊。大家可以双手搭在一起，双脚分开。现在开始和我一起进行双人瑜伽。当第三者，爱情来得晚了一点，但是这种事情不分先来后到。把偷和抢说得这么清新脱俗。能够抢得到、偷得着，那是本事，不是谁都有的。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怎么样？没事吧？不好意思啊，第一次上课，动作不熟练。有没有伤到？检查一下脚踝。我没事。对方虽然是高管，可他所有的股权都由别人代持，一旦离婚，你一分钱也拿不到。对，是这意思。法院虽然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可能判给你的只有2、3万块钱。所以我建议，如果对方真的有婚内出轨的迹象，你一定要考虑一下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别等到正式离婚的时候才发现家已经空了，未雨绸缪总是没错的。你稍等一下，对，夫妻的婚后财产是共同的，但是财产的知情权却非常有限。换句话说，就是对方有多少钱，你很难能够查明白。我老公说啊，上次他没研究就随便买了一款理财。但是我看上次你给我的资料里面有一款高端保险还不错，我想再了解一下，如果合适的话，就把上次买的，包括这几款开放式产品，都转成那个保险。哎，林先生没跟你说吗？他名下的那几款开放式产品，几天前已经全部赎回了。哦，是吧？那他可能忘告诉我了。喂，云双，爸妈买了很多小菜，说晚上过来烧饭。他们也很久没看果果了。哎，李小姐，你还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好，你忙。那些有过的美好在风中缠绕，无力再争吵，生活渐渐变成一座孤岛，越来越渺小。林双，哎，杨云，哎，你家宝宝也病了？是啊，哎呀，果果也病了呀，发好几天了，我怕是轮状病毒什么的。你一个人来的？你老公呢？你婆婆、你妈呢？魏民最近升职了，被外派出国了，老人我不好意思麻烦你们。哎呀，你就瞎逞能吧。一个小孩看病，最起码得3个大人陪着，一个抱孩子，一个背包挂号拿药，还有一个得停车开车呢。回头聊。哎，你让我老公帮帮你吧。不用，我一个人行。学霸，精英白领，怎么变成了这个样？作孽！哎呀，差不多得了，赶走。去面对命运
藏在我生命里的心跳，不再跳。这次又是因为什么事儿？你不是答应果果了吗？爸爸又来不了了，对不对？不过爸爸说了啊，今天会早一点回家，然后陪果果吃晚餐。那我就假装再相信他。好，我们再相信他一次。会议的细则不是提前沟通好了吗？非得大周末的把我叫回来，害得我连孩子幼儿园活动参加不了。李总坚持要你到会参加，我们也没有办法。好吧，我承认，是我坚持让你到会参加的。你个小滑头，那还不是因为人家想你吗？别把一时的快活当成天长地久，在他眼里，你什么都不是。各位家长们，我们同心筑梦、运动飞扬父子运动会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班参加2人3组比赛的小朋友和爸爸们到这边准备。今天这件事情是爸爸做的不对，妈妈替他向你道歉。不知道我可不可以有机会陪我们家小果果参加比赛呢？有机会，有比赛，加油，加油！站引入新的流量，新的企业呢，也可以通过虚拟网站打开客户群体，赋予品牌更多的这个营销渠道，为零基础的人群提供较为全面的保姆式的这样一个美妆指南，通过免费的内容服务吸引用户，完成初步用户存储量。我看看，口的真棒。
好看吗？很美。我想知道，你穿成这样，想干嘛？等一下，你别踩脏我裙子啊！我这衣服可贵了，花了我1个月工资呢。哎呀，为了讨好我，下这么大血本啊？嗯？谁说是为了讨好你啊？你不是要去参加李总的生日吗？嗯。他可是我们方舟的大客户，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不打扮的隆重一点，怎么显示出我们方舟对他的重视啊？哦。你看，我还做了这么多的资料。为了做这些，我熬了好几个通宵。这次酒会可能不太方便去。为什么呀？你不是说好了吗？李总的单子以后都交给我来接。两码事儿。李总那边的工作对接还是交给你，生日酒会就是个私人邀约，李总带他夫人去，我呢带你去不大合适，基本的社交礼仪嘛。私人聚会，无聊得很。我去的主要目的就是帮你维护好和李总的关系。那这个项目成了，你的升职资历不就够了吗？是不是？那，你去酒会需要什么？告诉我，我帮你安排。知不知道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善解人意。行了，你早点回家吧。剩下的那些 PPT， 我替你完成。你这么美，我才不舍得把你带到酒会上，让别人欣赏。你说我呢？等你什么时候恢复自由身，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公司，我都会做那个最懂你的解约花。
来，大家双手向前，将我们的掌心放在地板上，额头点地。好，手掌用力的推，将我们的髋向前推，肩膀向外展，来到眼睛蛇式。再次手掌发力，将臀部坐在脚后跟上，双手胸前合十，大拇指轻触眉心，吸气，将我们的手肘往上抬。呼气，用左手去扶住大腿的外侧，右手向后，眼睛去看向右肩的延长线。呼吸，来，身体回正，然后我们双腿盘坐。这节课就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哎，亲爱的，你快看，你快看。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包，18年的限量款。哎，你看看，这还不到3年，已经翻了2倍多了。是吗？我跟你说啊，我有个客人就把这个系列所有款式都买了。哎呦，真是老有眼光了。就是个基础款。不过说实话，这些奢侈品吧，每年都能涨个20%，妥妥的跑赢 GDP。这普通人买个包啊，那叫纯粹的消费。可是有钱人花的每1分钱，那可都是投资。你在方舟上班啊？我刚才看你从方舟大厦那边出来。我在方舟产品部门工作。这么巧，我老公是魏明，我是他的妻子。林双，林双姐，这么巧啊？没有听魏明提起过你啊？可能我业务水平太一般了，魏总不会提到我的。你人很漂亮，看上去也聪明，这样的员工。哪个老板不喜欢呀？既然认识了，我还是劝你一句：清清白白找一个男朋友，犯不上在别人的老公那里浪费时间。因为爱。我爱他，魏明、魏丽都好理解，你爱的是别人的老公，做人吃相不能太难看了。几年前，他跟他老婆确实有过一张纸，但是他们俩现在的关系也就只剩下一张纸了。我听说。他老婆不解风情，为人市侩，什么都不懂，满脑子家务活，衣服也只穿性冷淡风，闻起来像颗樟脑球。他们平时根本不见面，一见面他就要钱。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估计他们早就分开了。你明知道别人有家庭，还插一脚进来，那是没有羞耻心。感情里。不被爱才可耻。这个男人明明已经根本不爱你了，你还无休止的纠缠他，这才叫浪费时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老婆这么不堪了，他还不离不弃？那是因为。他就没想过离开。
在前台要了你的微信号，以后常联系。哎，这是谁家的小孩？好可爱啊！朋友家的孩子。哎，亲爱的，这2天啊，我店里来了好多新款的包包，有的都是99新，只用过1、2次，那价格可划算了，你一定要来看看啊！好。来啦！哎，你好，您的快递。啊。哎。谢谢啊。哎，没事。好漂亮！来，衣服收到了吧？干嘛用啊？明天下午你得陪我去参加一下李总的生日会。明天不行，我答应果果陪他去游乐园了。你跟果果说一声，下次我陪你们一起去。李总现在可是我手上最重要的客户。客户重要还是女儿重要啊？当然是女儿更重要了。我们公司的 VP 跳槽，新的 VP 就在我还有冯凯之前。林商姐，衣服收到了吧？本来魏总明天是要带我去的，可惜我这边临时有事，只好麻烦您了。对了，衣服是按照我的尺码挑的，也不知道你合不合适。其实很多事和衣服是一样的，穿不了非要勉强的话，只会搞得自己很难堪。你说对吧，林双姐？明天下午我们直接去会合，地址我一会儿发你微信。不说了，挂了。果果，不玩了。这条裙子好看是好看，但是有点不适合妈妈。哪不适合妈妈了？这是妈妈明天的工装。工装是什么意思啊？工装的意思啊，就是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穿的衣服。果果，明天妈妈送你去外婆家。好。来，接着画画。老婆，你今天真美。是吗？这身礼服特别衬你，真好看。我平时都不穿这种款式的礼服，连果果都知道的。偶尔改变一下风格吧，效果惊艳，不枉我精心为你挑选。你精心为我挑选的，然后把码数买小了1号。要不是我找裁缝改了一下，你不白费苦心了。这事怪我，好久没陪你买衣服了，对不起。别生气啊，今天这个客户对我相当重要，一会儿可全靠你了。美景美酒，一定要把李总灌醉啊！要灌醉！哎，魏总。哎，干嘛？哎，哎呦，可以呀！秀恩爱呀！对呀，哈！郎才女貌。不好意思，李总，嫂子，我们晚了点。没事，
魏总，您是仗着自己帅气，一来就给大家上演个偶像剧，这不，我们晚饭还没吃呢，口粮就吃饱了。哎，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方舟产品部的总监魏总啊，这是我多年的好友马总。你好，马总。哎，魏总，幸会。方舟的魏明。好，这位是王总啊。哎，魏总，幸会啊。魏总，也介绍你太太呗。我太太林双，以前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方舟的前同事，现在专职在家做我的贤内助。哦，一个主外，一个主内啊！哎，郎才女貌，夫唱妇随啊！哎，又要拿我开涮了。专注事业，一直都是事业，对不对啊？这把年纪了还是你说吧，行啊。马总就是事业，哎呀，爷爷能多下得去主席你们都不了解我这不关键没有遇到像魏总夫人这样才貌双全的嘛，否则我怎么会单身这么久呢？所以我这要向你学习。你们都一个学不来啊！哎，你刚才没听魏总介绍吗？他们夫妻啊是大学研究生时代的。要向魏总学习啊，那你得在学校的时候就提前布局，先下手为强了。那是不想想。我太太林双，三观正，贤惠，结婚之后就勤俭持家，把孩子教育得非常好。不瞒您说，这么多年了，她一直是我心里的白月光。来，白月光，白月光。林双呢，性格比较冷，暗恋的人可不少，但是追求的没几个。所以我们魏总才能趁虚而入。我听说他老婆不解风情，为人市侩，满脑子家务。他们平时根本不见面，一见面他就要钱。要不是有个孩子，我估计他们早就分开了。我们准备切蛋糕了，来，大家来吃蛋糕。你这喝了多少？啊？哎，麻烦大家接过一下，好，谢谢，不好意思。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Jonathan， 哎，真的是你啊 ，Jonathan， 好久不见了啊！国外这么长时间你都没跟我联系，这事儿怪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太太，林双。林双，这位是我国外的好兄弟 Jonathan。我知道你林双，你当年拿过全球大学生成熟设计竞赛的第1名。当年你们来硅谷，我们都很遗憾。你现在在哪里高就？我一定要知道当初是谁抢走了方舟这么优秀的人才。就这个。谢谢。我现在无非就是起早贪黑的做一些行政琐事，这个安排1日3餐，整理衣服啊，外加当司机什么的。这个太浪费你的才华了。他们给你开了多少薪水，才让你肯跟着他们干？无形，以爱之名。魏太太真幽默 ，Jonas， 林双是魏明的太太。Jonathan 知道，林双在方舟工作的时候就一直是业务骨干，生了宝宝以后呢，他决定退居幕后。我非常尊重他的想法，由我带着我们2个人的梦想继续打拼。魏总是个很有担当的男人啊，好丈夫，好爸爸。还是一个好老板，可以让他的员工全身心的、不求回报的给他付出。这酒是不是有点上头？魏太太要是想休息，后面餐厅有化妆间。我太太酒量非常好，江边有点风，我带她去补个妆，休息一下，失陪一会儿。还喝呢？
自己多少量你自己不清楚吗？逞什么能啊？喝点水。我刚才说的话有问题吗？我是喝多了，但是我没有胡说。魏总，是不是工作太忙，太少跟我聊天了，都不习惯了？我知道你在家里带孩子委屈你了，你为这个家，为了果果做的牺牲，我一直看到眼里，所以我一直尽力在补偿你。我这么拼命的工作，应酬客户，不就想多挣点钱吗？让你在家里舒舒服服的，不用跟别的女人一样，你为了点小钱斤斤计较。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忙于工作，忽略了你的感受。我也不想加班，我也想待在家里陪陪你，陪陪果果。可是谁赚钱养家呢？我可以啊。魏明，你是忘了吗？是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甘心当家庭主妇，你才能在外面安心的工作。那怎么现在说起来，就好像是我在家里享清福，这些都是用魏总的辛酸换来的一样呢？老婆，你怀孕生孩子，我代替不了你。可是辞职，当家庭主妇，这些都是你选的，我一直尊重你的选择。所以这些年，你负责照顾家庭，我负责在外赚钱养家。在我心里，你是我觉得这世界上最有担当的女人。我后悔了，我以为一切都不会变呢。都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些年你攒了这么多怨气。你相信我，你不是我手底下无心的员工，你是我最宠爱的老婆，我爱你。今天的聚会对我、对咱们家都很重要。是对你，不是咱们。你喝多了，李总这边我来应付。一会儿我给你安排车，你先回去。到家了记得给我打个电话。乖，听话。礼服还满意吗？礼服的样式很棒，就是稍微有点风尘，不过难为你了，因为毕竟你没什么参加这种场合的机会。另外，裙摆稍微有点长啊。难为魏明，还抱着我走了一段。
哎，你不是顾许吗？啊，顾总。哎。有的顾许啊。对啊。你赶快给我介绍。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给你介绍，李总。你好，顾总。你好。久闻大名啊。怎么，你又在测试什么东西呢？我在手表上更新了一个算法，正在用自己的运动数据进行测试。哦。未来10年，运动健康或许是替代手机的增长风口。这智慧健康将来可是个大风口啊！顾总，您也感兴趣啊？那现在的技术能跟得上吗？前几天不是还有人跑马拉松猝死啊？当时媒体还对他戴的那个运动手表口诛笔伐来着。对，我记得这事。如果运动手表有更强的预测能力，就可以提前报警。哦，莫不是顾总已经找到了攻克难关的好方法了？啊，肯定是，这专家可不是盖的。不许！真是你啊！我，魏明，林双的老公，你江大的同学。一起喝一杯吧。不了，我不太喝酒，测试还没做完呢，你们聊啊。哦，那改天约啊。哎，好。好。哎，魏总，你们还认识啊？我太太的同学。哦。你要是不能喝就别喝，今天早上我回公司吃。喂，全子，怎么了？你可真行，这么多玩具、衣服都攒着呢。人总说要断舍离，但是真的断了、离了，那都舍不得。这些东西啊，我年年都翻出来，然后年年再给整理回去。除了占地方，好像也就图个心理安慰吧。你家魏总周末还加班啊？你那表妹最近怎么样？好点没？不太好。为什么呀？怎么回事啊？人家好像对她老公动了真感情了。你说现在这些第三者，真够文艺的。我今天看一公众号写的特别好，他说啊，有一个人给动物园的那个猴子做了一实验，在笼子外边放了好多香蕉。但是没有一只猴子出笼子去吃香蕉，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猴子不知道，除了笼子以外，那些香蕉还有别的危险的。出轨的男人也一样，婚姻对他们而言，那就是安身立命的笼子。是，这笼子外边是有不确定因素，点诱惑。猴子都知道，一时的诱惑没办法跟长久的安稳比。男人也需要安全感，尤其像你表妹夫这种事业有成的男性。
稳定的婚姻对他们事业而言，那很重要，那也是极大的加持。明明是他们背叛了婚姻，我们还得小心翼翼地揣摩他的心思，等着他的宣判。这人不是他自个儿选的吗？那就算是我安慰安慰你，不管第三者动不动感情，男人还是在意婚姻的。那从头到尾就没有人关心女人在不在意，那好像大家都默认了，就婚姻，女人一定是坚守的那个人。第三者是可恶，但他有一句话说得对：在不被爱的婚姻和渐行渐远的丈夫中消耗，确实是浪费时间。你怎么比第三者还文艺呀？哎，结婚这么多年，老人、孩子、家里家外大事小务，都是女人在操心。我跟你说，就连功成名就老公也是我们成就的，家里一砖一瓦那是我们用青春换来的，你干嘛拱手让人？凭什么？除了资产，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夫妻之间如果没有最起码的尊重和信任，那往后的每一天都是煎熬。你话是这么说，哎，日子咱得过呀。我跟你说，就我身边那些小姐妹，离了婚的没有过得幸福的。男人不一样，男人就算净身出户，人家缓几年，这元气又缓过来了。就算女人分了房、分了车、孩子，咱们这年龄了，找工作呀，还谈恋爱，你连这些衣服你都舍不得断舍离，你这婚姻断舍离很难的。行了，赶紧走吧。走吧。我曾经笃定地以为，我不会像绝大多数的家庭主妇一样，在西西弗斯式的付出中失去自我。蓦然回首，却惊觉自己早就失去了昔日的敏锐，日复一日地变得麻木。到底是从哪一天起，我开始弄丢了我自己？珊瑚色，我男朋友最喜欢的颜色。好看吗？今晚有约啊？你们俩的事情，他老婆知道吗？知不知道的无所谓，反正早晚都是要离的。就算他们离了，也未必轮得到你上位。感情是每往前走一步，对女人来说都是一场冒险。所以我决定试一把。你觉得自己赢面有多大？我不知道我自己的赢面有多少，但是我知道他老婆肯定输不起。在赌桌上面，筹码越多的人越患得患失，而我不一样，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不怕输。况且输的人也未必是我。你好像弄错了，没有筹码的人，压根儿就上不了赌桌。别被自己感动到了，你只是还没有认清楚马上要付出的代价。况且，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个情况下，男人的义气是最靠不住的。最后不管闹成什么结果，
吃亏的都是小三儿。更何况，不管出于什么目的，都不应该破坏别人的家庭。不好意思啊，我没看见这儿有人。怪不得成天打扮的妖里妖气的，原来是给人当小三呢。啊，我就说嘛，我看着这也不像什么好人。哎，你认识他？这狐狸精什么来路啊？你们搞错了，我们在聊八卦热搜上的新闻。晶晶，下这么大雨还过来啊？我来看看你嘛。管理数据这边还需要填一下，我一会儿找一点资料放你头上去。现在去吃饭。快去。别说，我真有点饿了。哟，这么丰盛啊！你看，相当有水准啊。那是言简意赅，重点明晰。那你也不看看我的老师是谁？别的地方吗？啊？那个，没事啊，没事。妈给爸爸打电话啊，没。爸爸，我的狗爸上不来气。来，走，妈妈带你去医院啊。没事啊，宝宝，没事啊，呼吸啊。没事，妈妈带你去医院。上身，跟妈妈说啊，哎，没事。妈妈，我气，喊不上，没事。马上就到医院了啊。说你工作上受了几把对玉，生活中又对我无微不至的。妈妈，我喘不上来气。张喜，好有心机啊！你这么做，就是想让我离不开你，是不是？你还想去哪？哪儿都不去，就这么抱着你。你到底什么时候离婚？快了。婚姻不过是一张纸，我的心里装的都是你。不是，孩子过敏，孩子过敏。哦，这是急性荨麻疹。你这家长啊，太粗心了，怎么现在才过来啊？医生严重吗？我先给配点药，你先去缴费吧。那麻烦你帮我看一下孩子。你一个人来的？啊。小张，帮忙照顾一下孩子。没事啊，不怕。
水壶我给啊，没事，我来吧。你手怎么有点烫啊？你脸色也不是很好，你是不是发烧了？没关系，果果，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啊，乖啊。你还难受吗？渴不渴呀？要不要喝水？果果生病了，要紧不要紧？果果，你给他吃什么了？怎么好端端的过敏了？这几天换季，孩子抵抗力弱，你要多留意一点。哎呦，不是我说你，你要多放点心思在孩子身上，毕竟孩子还这么小，像过敏这种毛病，你仔细点都可以避免的呀。生活渐渐变成一座孤岛，越来越渺小。无数个陌生的夜里，有多煎熬，沿着冰冷的钢索在梦中潜逃。我该如何是好？一个人碰头又赤脚，跌跌撞撞的路上，在奔跑。到家睡觉了啊。睡一觉就好了啊。再见，明天你好。来，躺下睡觉觉就好了。人来人往，梦一场就忘掉那个藏在我生命里的心跳。不再跳。回来了。果果送你上学了吗？你知道果果昨天突然过敏，去医院看急诊了。严重吗？现在好点了吧？你也太不小心了。你昨晚干嘛去了？我能干什么？应酬客户。应酬客户连电话都不接。手机没电了，关机了。我昨天一个人带着果果去的医院，医生说如果再晚一点的话，果果就有可能休克。我给你打了12个电话。你没听清楚吗？我手机没电了。今天是没电了，明天又去出差。你到底有多少个借口？怎么能是借口呢？我说的都是事实。魏明，这个家对你来说不重要是吗？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别拿孩子跟我说事儿了。你嫌我不顾家，我起早贪黑的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来不及了。给我站住！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清楚。你好，是魏先生吗？对。啊，您的快递。谢谢。魏先生你好，您的领带落在昨晚套房了，您的同事交代我们给您送到家里来。谁搞的恶作剧嘛？开什么玩笑？魏明，
你还不承认吗？承认什么？酒店我根本就没去过。你没去过酒店？我没去过。没去过酒店这是什么？市场部的这几个小子肯定喝醉酒了，故意整我。这帮王八蛋就没事干了。演，你再演。我们俩这么多年了，你怀疑我？我在公司连饭都吃不上，我哪来的劲儿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这得问你呀！我为了这个家累得跟狗一样。你平时发发牢骚也就算了，你现在竟然拿这种事来说事儿。你到底要我怎么做你才满意？魏明，你自己做了什么你自己清楚啊！你现在藏不住了，都推在我身上，你做人不要太卑鄙了。别说，我受够你了！你在家闲着没事干了，你在我这儿当什么福尔摩斯？你现在不想过日子的是你，故意搞事情的是你，你偏想拿这脏水往我身上泼。不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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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爸爸知道妈妈生病了，乖，不哭了，替爸爸好好照顾好妈妈，让妈妈好好养病。哎，你没事吧？妈妈没事儿，妈妈没事儿。现在爸爸已经走了，没人欺负你了。哎呀，妈妈跟爸爸呢，就是有点矛盾啊。大人有矛盾都要吵得那么厉害吗？啊，妈妈跟爸爸的矛盾啊，确实有一点大。果果啊，妈妈有点不舒服，然后一会儿让外婆接你去她家住几天。妈妈想休息一下，好吗？好。爸爸跟妈妈的事情啊，跟外公外婆一句话都不说。知道了。没事儿啊。妈妈没事儿啊。其实从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成为我的客户。依附型婚姻，自身受教育程度良好，男方事业有成，结婚多年，双方貌合神离。其实这几年我接的案子有一半属于你这样的。进，坐吧。想好了？既然决定了，那就说说你的诉求吧。孩子的抚养权，财产方面该属于我的，一分不让。你现在自住的房子是你公婆的名字，当初结婚的时候娘家出了装修费，可是这6、7年间房价大幅升值，装修却属于持续贬值的状态。如果你现在离婚，你只能获得一些折旧严重的家具跟家电，这套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婚后财产呢，理论上是属于夫妻双方共有的，但如你所说，你丈夫已经把共有财产转化成私有财产，当然。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举证。另外，除了有形资产，婚姻中还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那这个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上想实现财富、地位、名声等因素的自身价值，在婚姻中，个人想取得这种无形资产，并不仅仅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还要靠配偶在家庭劳务中的付出。虽然现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可是，在具体判决当中，赔偿金额往往不尽如人意。所以，财产方面，目前已知的信息，对你是很不利的。那孩子呢？孩子抚养权呢？考虑孩子抚养权的原则是看谁对孩子的成长条件更有利，而出轨并不是法律认定几种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情况。换句话说，如果魏明能够证明他可以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成长条件，也是有可能获得抚养权的。其实，现在根据你的情况，你已经有4、5年没有收入了，孩子判给男方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我跟他谈牌，我们坐下来谈判。谈判是要看彼此手中都握着怎么样的牌。那我没有牌啊。那难道说他出轨，然后最后净身出户的是我？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呀。所以这才是你今天来找我的意义嘛。我建议你先按兵不动。第一，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一份工作，来证明你有足够的收入可以抚养孩子。第二，摸清楚你先生的财务状况，并尽可能保留相关的证据。第三，搜集他出轨和转移婚内财产的证据，证明他才是婚姻破裂的过错方，这样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据优势。离婚是一场心理和技术的较量，你不要过分的惧怕对方，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为什么？外派的机会非常难得，通常外派之后就会被晋升。况且你无论到任何一家公司，这次的经历一定会是你职业生涯中的重要背书。为什么要放弃？因为我的人生有了一件值得我全力以赴去做的事情。我有了孩子，当我抱起他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这个世界的其他颜色都变得暗淡了。我愿意为了这个小家做出这个选择。我充分尊重你的决定，但是我希望在若干年之后，你不会为了今天的决定而感到后悔。因为人生不止这一种可能性，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我希望你能够慎重。谢谢你，大亮。人生不止一种可能性，但我相信，无论我选择哪一条，我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中午有空吗？咱们见个面，聊聊魏民。行，时间地点你定。您的咖啡。被吓到了。其实，你之前说的对，在不被爱的婚姻和渐行渐远的丈夫当中消耗，结果无非是浪费时间。所以，我不打算再继续浪费下去了。那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想离婚，但前提是，我必须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一个和社会脱节了这么久，经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想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根本没有胜算。更何况，魏明已经留了后手，这些年陆陆续续的转移婚后财产。即便我拿到孩子的抚养权，我也没有办法维持孩子现有的生活水平。钱，我之前可以不计较，但现在为了孩子，我必须要计较。那你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从魏明手里拿回本来就属于我的财产，
帮我拿到离婚的主动权。你凭什么会以为我会跟你一起？咱们可以互惠互利。我拿到的每一分钱，都有你的一份。你到底想没想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我的目的是要让你出局。即便是我出局，你也入不了局。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非常的荒谬吗？还有一点，你戴的手链、背的包都是二手的。以我对魏明的了解，他最爱面子了。摆在明面上的东西，还不至于买旧的。关你什么事啊？江西，你缺钱，你别介意啊。我针对的人是魏明，不是你。我已经不爱魏明了，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不要把彼此推到对立面上。最重要的是，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验证一下魏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我的这个提议，你可以慢慢考虑，不用着急给我回复。我还要去接孩子，下次再聊。你就不怕我把今天谈话的内容告诉魏明吗？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我也不可能来找你。咱们三个的关系总结起来很简单：魏明劈腿搞婚外情，你插足破坏我的婚姻，而我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受害者。